欢迎来到今天的丰盛奥文哈。今天的题目是脱单哦，你将要脱单，脱单倒数计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的脱单的时间啦。哦，大概脱单的距离哦，新恋人到达的时间哈，比较多的以时间为主，我来捕捉看看。那这是今天的2张牌哈，这2张牌是神谕卡哈，内容我就不多说，我们直接从图样你去看一下共感强不强。好，那如果这2张你等一下看图选不出来的话，我们还有用星座的方式帮你做一个指引，你再做参考，好吗？来，我们先看第1张。如果你要看久一点，你可以按下暂停哦。好，再来是第2张。好，那我们来从星座开始后，如果你真的不知道从什么角度去切入去选，或是你没什么共感的话，你也可以直接依照着星座的部分哈。好，来，我们各抽6个哈，随机的。好，天秤、射手，这个是双鱼、摩羯、狮子、双子、牡羊、天蝎、水瓶 ，sorry， 水瓶、处女，好，巨蟹，那这里是金牛，好，金牛，好，那就这几张哦，那就这些牌，你可以做参考，你不一定要依循着星座了哈，你可以看它整个现在的画面，然后让你的感觉是你应该相信哪个选择，这1哈，2，那选好了，我们就直接开始喽。好，那我们就从选择1号牌的朋友开始哈。那今天我会用各种塔罗牌哈，用随机的，我想从哪个开始翻我就从哪个开始翻哈。那我们会用这一次我会运用不同的牌阵了哈。来，我们先抽一个核心的位置的牌哈，我们再做一些分支。我先把牌抽完，我们再一个一个看哈。来，今天我们直接先从核心的能量做一个最直断的诠释，我们再来看一下周边的讯息是什么。来，第1张，好，那其他位置方位的话，我先看一下，我想一下哈。来，再来哈，再一次，好。好，这里哈，那么其他遥望的讯息的话，我想一下哈，这里好了，再1张，好，再来还有2张哈，好，那1张先从核心来看一下哈，最中间哈，其实这个等我一下啊，这个位置基本上我要探查的是，它是什么能量，再让我们今天的题目你要脱离单身嘛哈，就是说我们常常讲一件事情的发展有很大一段，然后你可能会有一个结语，就是说，这是个好的发展，或者你会觉得说，这个事情一开始就不该发生，就是这种结语，这种短暂的小结语哦。那我从这个位置我要看的是说，他如果要用比较简洁、简化的方式去形容这一个让你脱单的过程的话，战车牌我觉得
有这么多的形容的选项，我觉得这边他讲的是辛苦远道而来，或是你可以把它讲成是说，他是一个有意念的寻觅，而找到了这一个珍宝。那谁是这个人？就是他。以现在我觉得这个进行方式来讲是他，而你就是那一个珍宝。他远道而来，他走了非常多的路径。那这一条路径，目前看得出来是他先前的人生啦。我可以把它分成有意识跟无意识的状态。有意识的状态比较像是他可能之前有一些恋情的失败，所以他经过整理，他经过身上很多的伤疤。然后他也重新的武装，他也开始学会了不要受伤害，进入一段恋情。种种的经验，他得到了一个结论：他有他设想好他想要的爱情的模样，他想要恋爱的人，他未来想要在一起的人。好，那所以你可能出现在他眼前的时候，你可能会以他的答案这一个角度，他找到了他的答案的这个角度出现在他眼前。你会被珍惜，你会被宠爱，你可能也有一点被他捧在手心里。但是我必须说，因为是战车牌的出现，尤其这一组战车牌是属于一种休憩状态、休息的状态，它更多的回应是，他不会像以前这样子的冲刺，看到一份爱情冲刺。记得我刚刚前面说的，他有很多的经验，你是他总和出来的答案。那他前面如果都没有成功，那必定在他身上留下疤痕，而他又为了保护这些疤痕，或是隐藏这些疤痕，或是防备下一次有类似的经验再发生，让他再次受伤，所以他穿上了盔甲，有了武装。那他现在又在这一个休憩状态下，代表着他遇到你的时候，他应该会花更多的时间去观察、去思考着自己可行吗？我得到的是可行吗？可是我想要重新诠释可行吗？这个讯息怎么去？我觉得它更多的可行吗？还蛮像是自己做得到吗？主要还是因为前面有没做到啦齁。在某些他心里的某些角落是有些在他的自我价值跟定义上已经被归类成不自信了，但这不是全部，它只是你知道有一种一朝被蛇咬10年怕草绳的那种概念。他不希望重蹈覆辙，他不希望再犯同一个错，所以他现在的却步看似却步，但也不算是。我会把它归类成是谨慎小心，但有点过度。我认为他在直觉上最接近你的时候，有一种内心不由自主的惧怕跑出来。那我想这个时间点会在第一次遇见你，然后心里有一个心花怒放的感觉出来的瞬间的时候，那一个身上的武装，连带着他再停看听一下，所以他本来应该会在第一次跟你见面的时候就有蛮积极的表现，可是他阻止了自己，他自己阻止了自己。我这边看到的讯息就这样了哈。那可是以整个大致上的概念上来说，这是好的现象，这是一个好的走向，因为他更多的反省是嗅到了，嗅觉的嗅哈，嗅到了自己似乎又重新再往同样的错误去走去，可能快要接近犯下同样的错误。他重新思考和修正，回想到他自己修正自己的那一个反省阶段的时候，他改变了自己什么？他怕忘记这样。
不过我又一直觉得，因为这张战车牌比起其他的战车牌现象来说，我觉得它是更为温和，身上的疤痕跟伤口已经恢复的差不多的一个阶段，而且这一个战车牌所带来的，感受比较像是已经是类似露营，已经是类似长途旅行了，而不是去征战，而不是去掠夺，或是去为了想要的胜利方向登山、攻城或什么，去奋力的要去拥有什么的这个概念。我觉得这张比较像是更悠闲、更坦然的心态，所以这也代表，如果你的出现对他来讲是一个新的旅途，尤其是战争的旅途，要前往战场的一个旅途，虽然内心充满了希望，充满了乐观，充满了正念，很多时候都还是要去奋力一搏的往前走。可是今天的比较像是，我已经准备好了，我已经能够应付所有状况了，我的心态上是怡然自得的，是他的这个状况哈。所以这关乎着你们两个遇见的重点在于，你可能会在跟他第一次遇见的时候，有感受到这一个人的喜欢，可是同时也感受到了这个人的看似不积极，或是会被误解为欲擒故纵。其实不是，他更多的就是我刚说的是谨慎小心。我觉得更多很多是这个角度，尤其他越是看重你，他的慎重，他的小心会更加的填充填补，应该说会有一点点吓到他自己，他会觉得自己为何变得这么小心这么谨慎。如果他对你的喜欢越来越多的话，他的心态对我来讲比较像是把每一次恋爱都当做最后一次哦，所以他这个比较像是一个毫无保留。那他会给你压力吗？我目前看到这边的整个气氛，虽然牌子都还没翻新，可是我总觉得我看我抽的时候没有那么沉重啦，沉重感没那么多，是一种很轻盈的感觉。这个我们等一下翻就知道了。但是我们在翻其他的位置的时候，我对这张我再翻两张来看一下哈，两张来看一下有什么我应该是已经漏掉的角度哦。来，两张哈，完完全全被刚刚的说法说中了呢哈。在这一个位置，我们要看到的是，他如果自己心中有一面镜子的话，他是怎么看待自己的？他是现在怎么面对自己的？确实是一个捆绑的状况啊，然后还更加重了逃避，就是说，爱情前面他可能会比我们刚刚说的那一个停下来看清楚，再有点退后几步，在爱情前面他会有这样。那还好，这里出的是力量牌，这里讲的是说，遇到了自己内心的困境的时候，他是用什么样子的能耐去跟自己战争？也就是说，他自己内心可能对于遇到你的时候有很多的挣扎，有很多自己内心的吵架，但是内心有一个非常好的力量，还是非常正念的力量在告诉他，在支持他说，绝对不会一样。跟上一次是完全不同的处境，不要害怕，还是有这个讯息哈。所以在这两个端点，我们比较像是说，他在遇到你的时候，或在看到你的时候，他因为内心的这一个小战争，会瞬间的就燃起了，就涌起了。他必须要去解决这个心态的问题，他才能够更有自信的、更有把握的、更开阔的去接近你。
所以这边说到你跟他的关系，也就是说，我们刚刚讲的，你跟他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希望你不要误会，他其实是不喜欢你的，他其实是喜欢你的，只是他没有办法像以前这么直接的、奔放的把对你的爱、对你的喜欢表达出来。所以这边比较多的是让你明白这个角度被牌面上说破了，所以你需要多一份体谅哦。那他这边，我通常会觉得这份体谅，我们应该要运用在各个角度，不要只运用在这一个事件，因为这一个事件带来的启发是，我们会一直使用拒绝的心态来否定所有人的第一次的表现。这怎么说？就是很容易一些小缺点就让别人出局，在你的人际关系上的亲密度里面出局。他能成为你的朋友，成为你的好朋友，在更近的朋友，还是只是朋友，还是在朋友之外就出局？有这样子的判断，武断的判断的每一个人，这样，我觉得这个是很人性啦，没有关系。那今天如果到了这题，已经有这样子的提示，那我们可以同时反省一下我们自己内在的人格是否也常常这样子，给别人的机会狭隘，对大部分的人要求过高。也不是说你对你自己特别好，而是说你原本可能对自己的要求就很高，而觉得其他人都应该也有这个能耐要做到这个程度的这个逻辑去看待人。所以回到这里讲，就是牌面要告诉你说，他内心有伤口，没办法在遇到你的时候这么迈开步伐向前。希望你能在那一瞬间就体认到，是他因为太过喜欢你而做的一个反动哦，行为上的反动。那这种提醒通常就是希望你不要错过了自己眼前的这一个人啦。好，因为自己的瞬间的判断而错过了这个人。有的时候，每一个人的内在的时间表、节奏感不同，他也没有预设到，他必须要先准备好才能够遇到你。很多事情都是没有准备好就遇到了，所以他只能用他当下已经培养出来或是习惯性的人格里面做出及时的表现。那应该是这样，那现在的表现就是这样啊。所以这一个也算是一个蛮明显的讯息，告诉你说，如果你遇到他，遇到这个喜欢的人了，你明知道在他的眼神跟他想靠近你的一些身体距离、身体肢体语言，你明确的知道他是喜欢你的，但是他却没有做出你所期待的表现，或是做出你认定喜欢一个人该有的表现跟举动，那你就把他认定他不喜欢你，在这里可能会产生一些失误。所以选择1号牌蛮特别的是，你们的初见面会比较难度有点高，难以猜测，难以捉摸。但我觉得这算是一个很明确的讯息，而且在这个讯息里面有一个最明确的讯息是，你一定会直觉感觉到，这个人是喜欢我的但为什么他的行为却没有跟上哦？我觉得这个讯息算这里蛮明确的，这里好，没关系，我们再翻别的部分那我们来从这里来看一下更加智慧的角度，更加喜欢的角度来去看一下，是否有一个更深层的位置，可以让你去明白这一件事情的缘由。也就是说，为什么要这样？它会带来什么样子的后续的好？为什么？这是值得等待的一个步骤。所谓值得等待的步骤，就是他没有一开始就表达那么清楚。那后面我们一定要等他表现的好吗？还是会等很久吗？它其中有一些很智慧的东西。好，它攸关了我们怎么面对一个未知啦。我们怎么判断？我们怎么理解我们内在的直觉？是我们已经知道这个人喜欢我们，还是我们猜错了？它这边有一个智慧的位置。我看一下，他最精简，
你看吧，他出恶魔牌，就如同我们刚说的，你一定会知道啊，你会知道那一个吸引力。我相信多多少少你们在生活中绝对有遇过，不能说绝对了，但是我觉得应该都有那一个瞬间，就是这个人，我们用比较简单的话，就是怎么看得这么顺眼，看对眼，而且是两个人互看都很顺眼这样。然后那一份内在的怦然心动的感觉，好像有对称，有跟这个人对齐。我觉得多多少少会有这个。那这个状况，通常我会把它认为就是恶魔的吸引力的部分。我通常看到恶魔牌，我不会把它急转直下的变成是比较负面的、比较暗物质的、比较没有。我比较在乎恶魔牌所带来的五感之间的联系。那我们这个位置，就如同我刚刚讲的是，我们要探索的是，他希望你能够更注重你们第一次见面的那一个最底层、最根本的那一个吸引力是存在的，而不要被他做了什么、他没做什么而去影响，而去排除掉他，而去觉得这个不会有希望。他会有很多这种小声音，因为我们前面已经告诉你，他的逻辑是，他在他非常想表达对你喜欢之前，他会有一点点停顿。你就当做它是一些小动物、小猫、小狗在对自己受伤的地方，他会去做舔舐。他先舔舐一下之后，他才能够兴奋的玩乐，差不多是这个概念。那这里已经定义了你们就是有致命的吸引力。我前面只是比较和缓的告诉你们说，你会知道他是喜欢你的。我讲的是比较淡的，可是这里它有一种去无存精的感觉，就是说去除了经验，去除了知识，去除了观察，就当下你们遇到的时候，你需要理解的一个最根本的东西，就是你们有致命的吸引力，你们是互相吸引的。有就有，你感觉到那就是有，无关深浅，无关强弱，有就是有，而且这边就说有啊，就是有。他甚至说，在你们很靠近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一个吸引能量，慢慢把你们两个拉近了。所以从这里，应该我可以再理解另外一个层面是，当你们如果出现在同一个聚会的时候，很快的就会有所互动了啦。你们有确定的能量会把你们两个拉在一起说话，但记得你要一直回顾我刚刚前面讲的，它确实是有一个小风险，是会让你以为他的举动是不喜欢你的，或是对你没那么有兴趣的，会有这样。所以我们看牌其实要把里面那一些该说破的语言把它说破了。好，那如果从这个位置看的话，那我跳到一个比较大的方向去。好，这一份感情，能不能在第一次一见面的时候就把这一个喜欢说破、说出来，或是表达得非常清楚？我们来看看这个点。那这个点就必须靠你了，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他会有一种不由自主的退后一点点。好，那你是否需要往前一步把它抓住，或是把这份爱的语言说出来的时候让他安心？所以今天这组你们在相遇的时候，这一个互相互动还蛮重要的，你没办法完全处在一个被动状态。我们来看一下这里怎么说。这里说需要，所以你是需要勇敢表达你对一个人的喜欢的耶。但是我这边要提醒你，它是有一个顺序的哦。你一定要先确定你们是互相喜欢的，而不是你在猜测，而在他那边没有得到明确的讯息。他的举动会有一个顺序是：你明明知道他很靠近你，你明明知道他想跟你说什么，你明明在他的眼神已经发现他对你目不转睛，你明明知道他有一种欲言又止或是蓄势待发的一种感觉，好像想对你做什么，想对你说什么，又卡住了，又无法说出来，
的那个感觉，你会非常明确知道他是喜欢你的，而且你心里会觉得说，难道我要等他说吗？我要等他表达吗？不如我就直接告诉他说，我也喜欢你，我还蛮喜欢你的，或是用一些语言去让他或暗示他说，你对他是非常有感觉的。这个是一个前置的直觉，你必须要先有，你才可以在第二阶段、第三阶段的时候发现什么？第二阶段是发现他的无法表达，发现他的欲言又止，发现他的踌躇不前。好，然后第三阶段就是权杖骑士。我必须说，他这个关键字最简单就是冲啊，但是这个冲是在于理解后的冲，而不是权杖侍者的先冲再说。他也有冲，他冲的比权杖侍者更快，脚步更好，更犀利，更容易达到目的。但这个冲，我觉得以这种前置后面的时候，当你发现你们彼此喜欢的时候，你的热情表达，你的真诚表达，表达出一个很坦然、很坦白的喜欢，也许就是你们两个关系快速打开这一个门的钥匙。哦，不然我会觉得这份喜欢会放在心底好一阵子，你们会出现一种类似暧昧的互动状态，在见面，在网络上传讯息，会变成这样，因为它终究需要被打开那一个爱情的语言。你们两个之间有爱情的语言，但是任何时间都能打开，所以在这里，它这个位置它就是在讲说，要用爱的力量打开一份关系。所以你们本身不是看这个牌，他就已经这么说了啦。就是说，这里无论我翻什么牌，他都是要告诉你说，这一个爱的钥匙的定义是什么，这个爱的钥匙的方法是什么，你能做什么？那他就直接已经给了，我觉得最简洁、最坦然、最简单，我觉得已经算简单到不行的答案了，就是说出来吧，表达出来吧。好，所以从这里反而会变成你的主动性高了一点，高了一点哦。我不觉得他是在提醒你要你自己去抓住这份爱情，或是把握住这份爱情。我更多的比较像是说，你救一下你们的关系，或是你救一下他吧，你推他一把吧。哦，所以到了这里，感觉上主动权、主动力量换到了你这里之后，这里我产生了某种一丝的怜悯对于他。我觉得你也可以跟上这感觉，他似乎之前的爱情伤口还蛮深蛮重的，已经在他心底产生了某种膝关节反应的那种敲打就抬脚的那个反应是，当他太接近爱情的时候，他会有一种反射性的先退后几步。然后他那个退后几步的概念比较像是逃走前的决定，要逃还是不逃？那关键点取决于他对你的喜欢有多强大。可是这个感觉很复杂，他对你的喜欢越强大，他越想逃走，因为他应该有类似经历过那种等比的伤害吧，付出多少，伤害多少这样子。那这边以我翻牌的推敲逻辑经验、组合经验，我觉得从这边看下去，这个恋人他在某方面会是非常非常慢热的，但是他如果对你有明确的付出，表示他是精挑细选、精心打造、精雕细琢之后的一个举动，不是随机的，不是随意的，不是轻易的，不是轻巧的，不是随便的表达，都是他慎重之后觉得要这么做的表达。所以，如果未来你们相处上，你发现他对你好，他对你的关心，带你去哪里，那对他来讲都是浓度能量非常重的
一个行为表现哦。好，看起来很淡，可是对他来讲已经非常高浓度了。有的时候是这样哈，这边也就是常常我们要提醒说，你不能用你的价值分类来去判断一个人的表达是在你的分类里面哪一个层次，因为每个人对于孰轻孰重的概念还是有些差别，尤其这一个你要恋爱，感觉上这么敏感的一个人，你更要细心的看待他的动作哈。好，我们还有很多牌，我们继续看哈。来，我看我从这里的话，我们先把比较严厉的东西先翻出来好了哈。就是如果已经看到这里了，看到了你的主动性的必要，那我们直接来看还有什么更强的谏言跟指引需要你注意。好，来看看这里。哦，我得到的第一个讯息叫做探索未知、勇于的、勇敢的。我会在想，他要的是我提醒你好奇吗？我觉得他这里更多的是希望你更多的去主动问他，挖掘他的内心世界。所以从这里种种的连续下来，我会发现你比较像是他的治愈者，你的出现更像是他奔波了一段这么长途的旅程之后，终于找到了那一个光明。所以我才会在这个第一张牌，我就跟你讲说，第一个讯息就是长途跋涉而来。所以这样连接下去，我前面也说，你像是他寻觅很久的宝。但是这个概念，我觉得是无意识的。所谓无意识的是，他走到了你面前，看到你，他才知道这是他寻觅已久的。那从这里环绕出来，又提醒你，你要去挖掘他的内在，感觉更像是他不知道怎么完整的治愈自己，需要你主动的去挖掘，他才知道他原来内在的伤口各方面是这么的深。在某方面来说，很像他找到了你，但这边有一个新的角度的诠释，更像是他需要被你找到，因为他唯一或是接下来能治愈他心里的，只有你的存在。所以我觉得从这一个需要性的高度、质量的需要的存在，我反而看出来你们内在心灵、灵魂的契合度的高低。为何这么说？如果你能治愈它，就表示你能用对药，你能看出状况，你能对症下药，你懂，你听得见。这个并不是任何人来做都能理解的，因为它有很多的步骤嘛。你观察了他，你听了他的声音，你还听懂了，而且瞬间你还知道该给他什么回馈，该让他知道什么。那这个点其实是双向的。我们前几天在翻天使牌的时候，曾经有一张天使牌说，你以为你在治愈他人，其实你是用爱他们的方式，同时也在治愈自己，是这样子的。我觉得我一直都认为，付出爱跟爱自己是同一件事，所以我常说，不要去恨一个人，不要去讨厌一个人，因为它是同时的。你拿出了恨，其实你也感受了恨，你也在恨自己。因为你在感受了恨，所以你拿出了恨。你以为你是对外，可其实你也在对自己使用了恨意。所以爱也是这个道理。所以那张天使牌讲的也是这个道理。你用你爱人的方式，别人会感受到那份爱是什么，他们也会感受到你怎么爱自己。
而感受到这个的时候，他会学习，他会理解，他会知道自己缺少了像你一样的方式，这样懂吗？所以，与其说他找到了你，更像是你需要被他找到，因为你需要用你唯一能理解、能治愈他的方式，在治愈他的过程、听他的故事的过程中，也许你也治疗了你自己的过往，治疗了你的以前，知道这个逻辑了哈。所以慢慢可以看出来，当你们突破了一开始的界限之后，你们的契合度就会这样子浮现出来，才会发现前面有蛮多看似误解，可是只是一道一道门锁的打开了。哦，你就像是能够打开他所有心魔的钥匙，钥匙孔都长一样，只是门在哪里？你能开的门在哪里？你需要开的门在哪里？那在这一个开门寻找的过程中，你会发现自己的能耐，你也会发现自己的有爱，你的爱的程度、你的爱的层次有这么高。所以在这里，月亮牌才说：去探险吧，去挖掘吧，去好奇他的内在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魔鬼藏在里面。你不是救世主，但是你可能是最接近答案的人。哦，最接近这份关系，最接近他的黑暗面的答案是什么的人，所以你出现了，所以你们能相爱，你们能支援对方。好，那所以回推到这个位置，他这里讲的比较像是有一个时间性，先后，先怎么了，后什么了。所以这里所谓的致命吸引力、内在的吸引力是先行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理解，当你们一开始遇见的时候，那一份内在的吸引力，原来是有后续的，是有后话的，是有后面需要做的动作的，就是你的探索、你的爱护、你的关照、你的挖掘，灵魂的交换、内在的地域的交换。如果没有这一个吸引力作为直觉，没有被你抓住这一份吸引力，那后面这些就枉然了，不会发生了啦。但还好是恶魔牌站在这一份强烈的吸引力，你会明确的感觉到。好，那如果到了这里，我们来翻一些更高级智慧的点，来看看为何到了这个心灵的部分的时候，会这么的被牌面往前推，告诉你说要去好奇，要去探索。到底是从什么样子的角度，什么样子的综合的角度，让他有这个讯息，希望，而且是告知你，希望你多点主动，多点主动，来，我想这里的讯息两个，第一，它的出现会让你找到你生命里可能遗忘的力量。那它这边另外一个讯息也是，只有你的生命里的经验，着重在经验啦，因为这个经验也包含了你的智慧、你的智力，两个包含。那这个难以分类，所以我就直接跟你讲，你人生的经验才能帮到他。我们用最简单的说法就是这样。那我这边得到的一个讯息是，你不用先练习，你也不用学习怎么帮到他，你遇到他的时候你就会了。这边有一个非常飘然、自由自在的走进去这一个方法里的感觉，所以你遇到他了，你就知道了。你听到、你观察到他内心的缺陷、失落的时候，你就有方法了。翻开这里，我觉得蛮好的尤其有两份力量牌在不同的位置，用了不同的解答，我觉得这边透露了一点，
你只要跟他越相处的时间频率越高，应该是说你会先找到你们两个为何相遇、为何相爱、为何在一起的这个脉络，它是有逻辑的。因为什么促成你们看到彼此？因为什么让你们愿意倾听彼此？这是你们两个相遇之后会慢慢挖掘出来的。只能说你们这一组很需要对话，很需要对话。尤其我一直感受到他有一些支支吾吾，并不是个性使然，而是他的伤害使然了。他已经无法像以前这么明确的表达这么清晰的东西，也不会回复的这么快。我觉得在这份关系里，并不是他没有你那么理解，没有你那么容易感受到你们为何能在一起，并不是他比较弱，而是他感觉到了，但他没有你这么能够具体的归类整理出来，变成一句话，变成一个表达。所以这一组在心灵的探索上跟心灵的互助上，你可能会多做的事情比较多，但不一定会比较辛苦，只是需要更多的表达这样。那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来，你会慢慢体认到这是你喜欢的事，也体认到这是你该做的事了。我觉得这是蛮好的一组的，因为你们的幸福感的定义，更像是睡了一场很舒服的觉。就是你有没有感受到，你曾经吃个安眠药啊，或是很累，不是说很累了，就是身体非常放松的时候，睡一个觉就觉得睡得非常沉，醒来的时候却神清气爽，很奇妙的一个对比。有的时候睡得越久，就反而睡得越累，起床还非常的衰弱。可是这个是完全相反的。这一组你们的相遇会很像，你们每次的相处真的会很像一直在睡一个非常舒适、很沉的一个好觉，可能还没有梦境哦，它就是一个只是睡着，然后醒来精神气爽的感觉。你们两个的相遇很像时常在对彼此的心灵做清洗，所以我才说你们的对话会很多。好，那我再翻这个位置，我看一下，其实这两张都是处在一个比较正能量。那这个位置在走向的是说，更多的是情感上，水星的能量将带领你到某一个方向，它更像是你所预期向往的未来世界的多重可能的那个方向大概是怎么样？这个很难形容，我只能说，这个位置会有蛮多诠释什么叫做未来的意外惊喜了。好，那我们先翻这张牌，这个我最后翻好了。好，你看，圣杯骑士，我用最粗浅的话就是，你将会遇到你梦寐以求的罗密欧或朱丽叶。但他还在路径中，还在行走中，还在要相遇中。所以从这里翻开来，我只能说，他将要出现了，他很近了，他将要展开我们刚刚这一连串的相遇的直觉。这样，那我不知道他这里该说在附近嘛？因为在附近，我会用一种盘旋的感觉来形容的时候的感觉是盘旋的，我会说在附近。但这个比较像是他在我这里概念上、画面上是从西北方往你这边慢慢的走来，但不是说真的西北方啊，只是说我得到的讯息，可能是因为他这个方位，可能是因为这个图给我是这个方向，这样。那他正在走来中，就是这个讯息，而且是带着一个绝对浪漫主义的概念走来，所以完全符合我刚前面说的，
它会有一种终于找到你的感觉，是极度浪漫的、丰沛的水能量的情感，非常丰沛的出现。这样，那对称了力量牌，我觉得一切都很合理确实是有一个远方的强烈力量把它牵引往你这里走来，而且有战车牌在里面，就是在走来了啦。所以一切的顺序角度都很合理，并没有什么诡谲。反倒是这组有更多的是内在灵魂的，该说理解嘛？因为理解又太过理智，我觉得我比较希望用交换。因为我们回到月亮牌这里所给的各种启示，你们的爱是同时进行的。记得你怎么爱他，你就怎么爱自己。记得是这个逻辑好，来，我们再看这个位置，太阳。我要翻之前，我就想说这个是里面最温和、最温暖的牌，结果还出太阳牌。所以如果让它从这里一条这样定义下来，我会说，你们的相遇、你的出现或是他的出现，对你们来讲都是一种全新的灵魂上的算升级啦。我本来想说升华，但是我觉得这个时间性需要再更长一点才会知道。但是确实是有一个很强烈的升级。那它对称了月亮牌，我就必须再强烈的再同时再强调一次，你们彼此相处的时候，心灵的探讨很重要。那心灵上的探讨，就像我刚说的，你们需要很多的对话，但是对话的内容很多都是内在的苦痛、过往的伤口。到了现在这个阶段，你的面对方式有改变吗？你的面对态度、角度已经更加成熟，更加的懂得体谅，更加的宽广了吗？这个在你们这份关系会这么重要，应该是因为，就像我说的，两个人的相遇一定有个原因，一定有个理由。虽然我们时常讲就是能量的契合跟连接，但是他不会无来由的就跟一个陌生人做连接，一定有个目标，一定有个目的，一定有个原因。所以我觉得这个原因就是你们其实是彼此的治疗者啦，彼此生命里活下来、幸存下来之后的疗伤者、治愈者，尤其在心灵的部分。好。那再来，我们回到物质世界，先讲还是遥远的远方先讲呢？我觉得我们先把物质世界的讲一下，好，我们再讲一些更难的遥远遥望的。好，那我们先从这里。如果是圣杯国王的话，我觉得他给了一个非常简单的讯息了。你们的相遇本身就比较多的是情感面的驱使。你们的理智层面、务实层面是比较淡了。你们很多维系彼此的关系，都是因为一种浪漫跟爱情的渴望使然。但因为是国王牌，所以你们不会是奔放型的、完全投入型的、完全痴迷型的对待这一份关系。我想选择1号牌的朋友，可能已经在前面的爱情学会了冷静下来看待爱情。可是从这个角度，我又会觉得，他这里在告诉你说，你的爱情已经在前面几次之后变得比较偏理智，比较偏自我掌控。你内心有一丝丝在渴望着像以前年轻时或是几年前那样的奔放，毫无保留，有这样子渴望，但是并不代表未来再也不会出现。我觉得他这里在讲的是，你现在是一个比较能控制，想要完全投入爱情的自己，比较能控制了。以现阶段，即使遇到他也是。
这是这张牌在这里做的提醒。它比较，我只能说以现阶段这几年来说，你会比较稳定的去看待爱情，这是你的现况。那可是它是水能量，我就必须说，它还是在着重于希望你更相信你的直觉，直觉告诉你叫可以更奔放，你就奔放下去吧。那它国王牌的土能量的自我控制、自制力、自我约束力，它放在哪里？我觉得它至少放在你会思考这件事，你该不该完全投入下去？当你有思考，它这个力量就有出现，就有存在，就有干扰，但它可能没有这么强大，可以让你变成完全冷漠跟完全理智。你还是会有更多的直觉在驱使你自己说，爱情就是要更多的浪漫，爱情就是要更多的奔放，这个比例还是比较高，所以它没有完全阻止你要变成一个太过谨慎的爱情爱人啦、恋人啦啊。那我想从这边可能我得到的一个反射就是，所以你的出现对于这一个人，他可能正处在强大的圣杯国王状态下，他让自己在爱情面前非常谨慎，而你的出现恰好提醒了他，可以谨慎，但还是可以奔放。渴望着以前的奔放，那就奔放起来吧，因为这样子的爱情机会并不会随时出现。而且这边有这种双重语言的暗示哦。那以这张牌，在最接近你跟他的世界里，他做了这个提示，希望对爱情该奔放、该痴迷、该沉迷的时候，还是先去做吧。可能有这个讯息。好，那我们就把国王的能量只放在最微小的趴数里面去告诉你说，当你有思考这件事情，就已经算是理智的一部分了，那就 OK 了，不要太苛求自己。好，再来，我们来看一下两人之间关联的更超然的这样，月亮牌又出现了哦。我只能说，它只是在重复加强了这个位置，只是这个位置强调的是这件事情非常重要。我们再回顾一下刚刚说什么重要，探索彼此心灵做交换，挖掘内在很难说出的阴暗面，这件事情是在这里所诠释的是非常重要。那在这里所诠释的是，你们有很强、很超然的、很灵性的直觉，知道你们需要做这样内在的黑暗面、暗物质、阴影的交换。你们内在有这一个高度的默契，知道这件事情一定要做，而且想做，而且需要，也可以好奇起来，不要害怕触摸到什么难处。我一直在说这张牌对于你们的心灵探索、内在心灵对话非常重要。无论怎么翻，他最后还是这么说。而且他用不同的角度去切入，告诉你这件事情很需要做下去。那记得，这个人出现的时候，绝对不会是表面的那样子。你们真正的连锁、真正的触动是内在心灵的交换那一个程度。好吗？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遥望的宇宙能量怎么说的哈。宇宙能量说：“就去吧，时机已经到了，就是这个时候了，没有什么好迟疑的。”我觉得宇宙能量就这样，它没有任何负面，它就是光明的，它就是很正念的，它就告诉你说：“就做吧，就是这个时候了。”这边所以这里也没什么好说，它只是在证明说。我觉得通常这样子的语言出来，我们都要反推它的警语。它的警语就是在告诉你说，你们有可能会被过度小心跟谨慎。第一，拖慢了时间，因为这张牌讲的是时间哦，拖慢了时间。第二，多出了多余的猜忌，就像我刚刚一开始就说的，
或是我刚刚才前几分钟才讲的，你们不要被表面上的讯息所干扰或是误会，真正的是底下心灵的沟通。所以权杖八出现才会说，就冲吧，就爱下去吧，就喜欢下去吧的意思是叫你们不用思考太多，因为你们两个人真正的相处交往核心是灵魂的交换。记得，你们是灵魂的彼此的治愈者。所以前面这些表面的枷锁，看来都只是一些干扰啦，干扰讯号，或是你可以当成是恶魔的地狱那一种嘈杂的小声音哦，也可以把它讲成最近很流行讲的所谓的小我的干扰，你也可以用这样，看你要怎么诠释，反正就差不多是这样子的。好，但是我在非常光明的宇宙能量、非常正面的能量的排位，告诉你说，这是时间到了，势在必行了，冲啊，没问题的。我会更加的相信他。好，即便前面给了这么多的讯息，让我们感到迟疑、干扰，或是有很多的方法手段我们需要整理，但是它的核心更高阶层的、更高的神秘宇宙的讯息是这样去定义的话，我会更倾向于就先做下去再说，或是我会信任自己说，先喜欢下去，我不怕。因为我有能耐能够再接触一次的世界，而且这一组并没有走向失恋啊，它更多的是只是在你们走向这份灵魂内在阴暗面交换的默契的旅程中，难题跟难度都只是在过往的经验所带来的谨慎跟小心，会拖慢你们，或是的确会带来某些对爱情不信任而产生的猜忌了。那这就只是心魔的部分，所以才会需要很多的对话跟心灵的交换来确定，那些都只是心魔，那些都只是小声音。好，那走到这里，我们就直接来看所谓的深渊里的小声音，恶魔的恶意，深渊里面的恶意讯息，他怎么说？我常说这个位置，深渊的讯息都是非常暗物质的，它是不看好的。可是他这里出现审判牌，我觉得他在告知你们一件事情是，时间会一点一滴带领你们走到正确的路，而且每一步都有越来越好的趋势了。那这种审判牌，我更认为它是偏向于心灵上的成长，一阶一阶的。所以从这里可以定义出，你们两个人的爱情模式确实是还是一样离不开，就是灵魂上的黏腻。为何我要一直强调这个？因为不是每一个恋人都是这个模式，有很多的恋人他是属于在生活上的小生活的稳定。好，两个人的生活状态，他们可能没有那么多的心灵对话交换，他们的对话可能都是生活上的必须、理财、买什么、怎么让生活品质更好，这是那一种土能量、金币能量很强的关系。但你们这边水火能量成为一种温和的太阳雨，成为一种夏日的溪流的凉爽，这就是你们两人的关系，跟其他人不一样。所以你们的关系里面有很多的东西都在于感觉，对话的感觉，聊到心理深处的感觉，这些感觉的频率增高，你们会达到某种连结跟默契和信任，而维持成一个长时间可行的关系，这是你们的模式。那生活的样子，生活的细节，有可能会觉得差不多舒适就可以了。这边我没有看到需要再追求到什么样的高品质，反而这边有很多的是你们治愈彼此的这件事更加的有价值。好，你们也许会在很简单的小触摸、小牵手、小倚靠、小拥抱，就能感受到非常深沉的爱能量了。哦，这个就是你们。那这里跟这里都是一个很好的时间进行式的诠释。这里说的是现在跟最近，你们无论做什么，都应该，我觉得都不是应该啦，就是会有很好的相处结果。从你们遇到见面开始，它就是慢慢的变好，而慢慢的变好，
在这里深渊的讯息、低语的讯息里面，重新再证实了。我常说这张牌常常讲到了整个关系的关键字，只是因为声音微弱，不太容易被听到，所以我们特意把它翻出来。它告诉你们说，你们的关系是有一个长时间，是需要一个长时间的升华进展而达到，所以只要坚持下去，相互依偎的慢慢走下去，就会到达了，不用太担心。这里说的是不用太担心哦。好，那差不多哦，这个牌阵各个位置的讯息，我觉得都已经讲的差不多了哈。那我想你们应该也有听到一些重点，跟这个人出现之后，你们的相处状况了哦。那至于他多久会出现他的灵应对，我们刚刚这边已经讲了，他已经在往你这边慢慢走来了。哦，在路上跟在接近中的讯息蛮多的。哦，因为这里到这里跟这里到这里哈，都有蛮多的讯息在讲一个要遇见，哈，遇见什么？遇见什么新生？它都是3个前行的牌在诉说，表示它就是已经在走来了。如果是别的牌，会有比较多的停滞状况，还比较多的东张西望探索，但是没有，这3张牌都是一个前进的方向，所以它现在就是在走来的路径上。好，来，那牌面讲完了，我们来看看天使的讯息，2张哈，一样，我们照惯例给2张额外天使，它不一定会包含跟连接这里。哦，它不一定会这么直接连接，但是它有现在你需要听的2个讯息哈。第1张给你，好，第2张给你们，好，来仔细看一下哈，因为它这里字也比较小。第一个就是1了啦，哦，这个是维亚哈，我觉得他讲的，因为他是1，所以他在整个天使顺序的话，他会讲的一个比较开拓性的牌，所以这张牌讲的叫做存在，你要意识到你的存在，所以我会把它从这种比较哲学性的价值、存在主义的价值，把它转换成一种你要意识到你的价值，你要意识到你的用处，你是有用的，你不是无用的存在这世界上，你一定对某些他人是有存在意义价值的。所以这个我们连接到今天的牌。如果我一直在告诉你说，其实你需要被他找到，因为你需要去治愈他，在治愈他的同时也治愈你自己。如果这一件事是一定要做到的话，那你这个时候就可以意识到你的存在目的是这个，好吗？你就可以把这个存在目的往你未来可能迷惘的方向里面给一盏灯，告诉自己说，至少我有这样子强烈的能量能力，可以去治愈他人。我觉得这件事情就很重要了。好，来，我们来看另外一张牌，是8号的哈。8号的话是这个算是卡尔特河。这张天使牌不要被，因为它这个比较像是天使的原型了哈。其实我们因为天使这个东西，它其实就是一个能量，那我们需要被理解，所以很多的都是一些比较拟人化的，会有一个拟人化的或是具象拟人化的方式来做呈现，我们比较能理解哈，在很久的时代前才可以理解。那我们回到这里哈，这里讲的是说，所有的行动都有所谓的爱的物质跟爱的能量包含在其中。那他会特别提示这一件事情，就表示有很多看似痛苦的事情，它会掩盖爱的存在跟爱的去处。就像，我觉得这边应该说，就像分离我们可以说它就是为了下一次好的相见，但是分离前本身就有所谓的相聚呀。可是我们会着重在分离，
所以忘记了当时相聚的美好，还有未来再见面的幸福。也有一种就是可能在小孩子诞生，我们会着重在生产的痛苦，却忘记了诞生的快乐。所以这边要提示的是，其实我们时常忘记了爱的存在，也包含在某些痛苦的里面，只是难以被发现。所以这边比较多的概念是，你可以想想痛苦的前后，爱在哪里？如果在那一个痛苦的时间点很难找到爱的话，那你就想想痛苦的前后，爱在哪里？好，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虽然常常说你要活在当下，但是你是否常常只让痛苦活在当下，而快乐一闪而过，稍纵即逝？是不是这样？有的时候快乐跟幸福就在痛苦的前后，很靠近，只是容易被忘记，因为快乐没那么无感。我说的无感就是1、2、3、4、5的五，感官的感哦，它没那么无感，所以它没有那么深刻。快乐很像随时发生，所以好像不容易被记住，没有办法让你被动的刻骨铭心。可是痛苦会，所以痛苦的力量大，我们对痛苦的反应也大，所以常常会忘记快乐就在这些痛苦的前后。所以这边要做一个提醒哦，如果你在当下无法每次都这么捕捉到快乐的原点，那你就想想它在前或在后，终究会来。好，而且还不久，它只是刚过跟快来而已。这是这里天使要给的一个幸福点。好，那这2张天使牌的讯息也给了哈，那么这就是选择1号牌的朋友哈。那我们最后做个小提醒，一样，1个小时这么多讯息，你只要能够捕捉到1点或2点的句子或方向，能够打动你，或是跟你内在的声音有做融合，我希望你就能在这个融合之后找到自己的答案。绝对不要依赖这里给的方向，这里的方向只是让你有一个轮廓，有更多的选择里面去确定你的方向而已，好吗？记得一定要培养出自己内在的声音，一定要培养出自己内在的答案来指引你自己，不要太过度依赖所有其他占卜或什么给的讯息，而去只是比照或是遵循去走。一定要融合自己内在的，这个非常重要哦。好，为什么？因为是你的灵魂在感受。不要被迷惘跟急于找到方向所牵引着，你要相信你内在绝对有强大的灵魂，能够整理、融合四方来的讯息。你一定有那个能力找到你内心的答案。试着闭上眼去倾听你内在最大声的那一个正念声音，一定有，你把它听清楚就好了。好吗？好，听到了，不要想太多，就有勇气的往下做下去就对了。好，应该说就差不多不会错了，好吗？好，因为你的灵魂不会辜负你的，就这样。好，那这是1号牌的朋友哦，那很长，谢谢你来听。好，接下来是选择2号牌的朋友，今天的题目是脱单倒数计时，你即将脱单，什么时候脱单？来，我们来看一下这整个讯息的走向了哈。那今天没有特别的牌子，然后我就随机来，我们先找一张核心的牌哈。来，我看一下，要从一个未来星还是什么？好，我们从核心定义来说的话，从这个好了哈。核心定义的牌的话，我们来选一张，来定一下核心定义。我们再从旁边的牌阵的位置，来去做一些分支的讯息的延伸了哈。来，洗完翻最下面底牌哈，不看哈，因为这个牌这样我来多洗一下哈。好，最后底牌，再翻切，这张来哈，先这样。好，那其他的位置的话，我看想一下哈，来这里，这个就到这。
来从这里来抽其他位置哈，不好意思哈，先让我抽完哈。好，对，好，这里，好，好，再来，切更长远的位置盘，好，这里好了。好，好，还有4张哈，还有4张，因为还有一些比较跟宇宙遥望的讯息，还有一些比较物质世界的讯息，我们再抽跟你们的生命比较贴切的位置哦。来，2张，这2张就好了哈。好，再来是更加实际面的，我们的是来这里，好，这里加这里，好了，好，那我们开始哈，来，我们先从最核心的位置，哦，因为它比较像是说万变不离其宗啦，哦，比如说这里再多的讯息暗号，都很难远离这个核心的价值。通常我们在翻的时候，它可能会走了一圈，哦，从这里环绕走了一圈之后，它会回来这里。好，我们就来看看，如果它这个讯息是这样子走的顺的话，那表示它的连贯性是成立的。好，也不能说它一定要有逻辑，但是它这个故事线应该会在我们翻牌的时候找到那个很强的轮廓了。我对于寻找他们这个轮廓讯息组织起来是非常有兴趣的。好，来从第1张开始。女祭司牌哈，最核心给了这个大牌。今天的题目是脱单倒数计时，我觉得应该已经对于你们的相遇已经来到了最平衡的点了，因为我觉得现在你们2个人能量靠近，能量靠近，就是说你们2个能量可能在这样子摇摆中花了很多时间，可能不近不远，不知道距离现在还没看出来，但是似乎已经走到了某一个端点了。现在是这样子，静止下来了，静止下来，所以我觉得不远了。但是因为中间这一条，它必须还是要从其他的牌去定义这一个空间，或是它是一个时空时间空间，还是只是个空间，还是只是个时间。那我只能说，现在应该已经走到了非常和谐的状态。和谐，因为它这一个牌位本身就是极度和谐的一个意义，可是它又用这么和谐、这么平稳、这么极静的女祭司牌来定义的话，表示你们的能量现在已经到达可以相遇的时间区块了。为何我要说时间区块，而不是说时间点？时间区块的意思就是说，可能你可以把它当成是24小时的时间区块，1个星期的时间区块，1个月的时间区块。我为什么要说时间区块？因为它比较像是一个能量场，一个处在一个平静状态。你也可以把它想成是一个湖泊，我很喜欢用湖泊来形容啦。那这个湖泊可能被一个平原、一个森林环绕，那它处在这2种不同性质的中间，可是它是非常平静的，现在是非常平静的。那我猜想这边应该会有一些风能量，会有一些干扰能量，等一下会翻出来。可是它中间的性质是非常平静的。如果它是非常平静的，那就表示它应该在等待某个好的。我通常会认为这一个静止，这个安静是有意义的。那我通常都会觉得在等待着什么，不然它这个停止没有意义啊，不然直接就让你们相遇不就好了？
所以，我至少觉得你们两个的相遇，前置等了蛮长时间的，然后我没有觉得你们之间有熟悉感。那女祭司牌一出来的瞬间，我就认为你们是完全的陌生人，然后终于走到了附近，还没有认识。有桥梁吗？有桥梁，我必须要把我刚拉开的这两个格子翻开了，我才知道有桥梁。它这个桥梁比较像是说，是你要出现他的世界里，还是呃，还是你们找到了，终于找到了自己可能灵魂家族的一块，最靠近你的那一个叶片。有很多的说法让你比较理解。那它可能这个桥梁的发生是一种不打不相识，这个也很常见我们非常常遇到这个情况，就是说，他总要有个很合情合理、比较人性的方式让你们两个遇见，聚会啊，参加什么聚会啊，受邀参加什么聚会啊。但他也有可能是一个状况是，如果是在工作上，你们两个是竞争对手，然后看了就讨厌，因为你们在抢着彼此的利益，这样。但其实你们内在有很深的情分，不知道，等一下会看到。那也有可能是两个磁场太相像了，每次靠近就会对撞。我是比较偏向这个的好的方向，因为我看到了这个镜子中，我看到这个两个能量可能在一个比较混沌的两个区块里面靠近的时候，突然出现一种和谐的镜子状态。那这份解答我们就直接翻这两张来看来，我来看一下它怎么延伸的了那它这个延伸的话，会直接干扰到这个。我等一下翻完之后，我来看这一张来，就是我在从这些比较深的意义里面来尽量去帮你们捕捉一些跟生活有关的很简单的线索啦，就是它靠近了到底多近了，近在哪里来，先第一张，好，我先看一下第二张，好。你们，我不知道为何我发现有人刚刚加入了一个领域、一个地点、区域，也有搬家的讯息。我发现这里结合突然有一个搬家的讯息耶，看到2号牌的朋友，你跟他可能有人才刚刚从另外一个原本的居所换到另外一个区，就是说他的生活圈有在改变，而且是一个意念上的想要变得更好的改变，而让你们两个靠近那有些许的很小的状况是讲换工作吗？我觉得这个节奏是次要的。第一个讯息是搬家，移动，搬家，然后完成中，完成了吗？完成中，这里的讯号在这里是模糊的，完成，好，那有一个位移啦，有一个物理上的位移，总之有人刚更换了地点，但是我不太确定是工作还是居所住家，反正它就是一个很生活的。对于这个提问，我直接多翻一张牌给我自己解答好了因为力量牌给的这一个移动力道不明确的走向，我给他多一张，给我一点放心，在这个太模糊了。这个的话，正义牌出在这，我觉得更偏向有逃离、有调整、有寻找新的位置，是不是？好，
换工作的可能性增加了哈，换工作的可能性增加，因为它有一点自我价值的探讨，寻找某种，它不是走安逸的，它不是走舒适，它不是一个松的状态、放松的状态，所以这两种选择的话，以牌面我会比较偏向于可能是刚做一个新的工作的转换，但这一个转换哈，我先说这两个都有可能性，换工作。搬家这两个都有可能性，只是现在换工作的重量能量比较强。即便如此，即便是这两项，这任何一项，我都要说一件事：它的时间点，它是处在一种进行中，它是处在一种进行中，所以很有可能会在接下来之后才会执行，才会搬家，才会换工作。现在好像已经决定了，已经谈好了，正在移动中。所谓的移动中，不是说整个人在移动中，而是时间正在移动中。那所以你们两个确实更像是慢慢的接近中了，更像是慢慢的接近中。那我的犹豫跟感觉是，这边比较像是你们的故事正要开始展开，所以他这个正要开始展开，有可能是可能在工作上会开始遇到了，可能会在朋友圈里面会开始认识了。目前因为女祭司牌出现的那一个冷的能量，对我来讲叫做冷能量哈，它没有给我很明确的讯息，是你们遇见的时候有那个光芒万丈的放射的发亮，眼睛发亮，身体发亮，吸引力的爆发瞬间。这里不太像往那里走，而底下的力量牌比较像是某种牵引，它不是推力，它是拉力，它把你们两个拉起来的一个状况。因为其实力量牌出在这里的时候，它比较像是有很多杂念正在清理的过程中。那因为他有这一个动作，所以让我觉得你们的靠近正在缓缓的进行中，不然没有必要去清理一些中间的一些只好像有东西阻碍你们前进，可是有一个默默的生命力量在帮你们拉近，也帮你们排除阻碍。再加上你跟他这边，我真的不确定是谁，但是我总觉得有一方正在很明确的知道要有所谓具体的改变，尤其是移动这一件事，关于移动迁移的这一个改变。我只能说在这里并没有任何我觉得明确的移动牌，可是当金币皇后跟力量牌出现的时候，我瞬间就有那一个滚动轮子的意象出来，我觉得所以移动的概念我觉得还蛮强的。好，那如果在这个路径上是这样子非常金币能量、钱币能量在发挥的话，我势必要看一下这一张，提早看一下这一张所谓的低语。也许你可以说它是恶魔的地狱，或是深渊的地狱都可以，但我觉得这一个算是比较重要的 keyword 的一个讯息，它给的方向是什么？对于刚刚我的诠释，我会把它当成是一种补充，或是把它当成是我没有预见的关键字从哪里来。失望，是吧？果然是大改变吧。我在翻这张牌，我刚前面是不是说有一个非常确定的具体的物质上的改变一定要执行的？我刚前面忘了我是怎么形容，可是我的方向是这个，所以这边证明了这个改变，这个移动，应该会有一个日月星移大转换的改变，而且是往好的方向去的啦。那我在觉得往好的方向去的时候，有一个新的讯息叫做脱逃，也有跑出来。所以
只要是现在正在移动的那个人，我们可以合理的认为一定是这样啦，因为他希望有所改变，那他内在一定有些许是逃跑、回避、闪避、脱逃的概念在里面，因为他想要离开他原本的位置。但是有很多人的人格各方面不同，有些人是为了让自己变得更好，所以他知道他必须要留下原本的东西，或是丢下原本的世界。好，那这里我得到的比较多的是脱逃跟逃离，所以但也没办法排除掉要变得更好，一定是的啦。好，要让整个崭新改变。那因为这一个位置，它不太像这个位置是立即现状，我觉得它比较像是已经看到的未来的现状，所以我觉得蛮符合我刚刚说的，这个是在搬移中、移动中，并不是现在，所以可能要几个月之后，这一件事情才会完成。所以也就是说，你们的相遇的故事线，应该要在几个月之后才会开始展开，才会开始认识，才会真的。在我刚刚说现在这个静止状态之后，才会开始缓缓的再开始靠近了。现在是一个和谐的能量状态，可能是你在等待，可能是他在等待，不知道是谁在移动，正在等待着到靠近最完整的临界点之后，下一个篇章就要开始了，因为它可能这一段是比较混沌的，事件比较多的，故事线要重新串联的哈，因为它可能干涉了蛮多人的，新的工作、新的人员、新的朋友圈、新的朋友，哦，会有这样子。好。那至于这一章更宽广的讯息，我等一下再看。我觉得还有其他的讯息可以先出现哈。来，让我思考一下这6章，我觉得应该先看那个讯息。我觉得现在的讯息都挺理智的，好像是处于一种现况。我想想，这里关于时间线。这个位置是比较严格的，就是有点黑脸白脸最黑脸的位置。我希望他这里翻给我的是关于可能一阵子之后，你们的能量最靠近，需要相见的那个时刻的时候，到底在突破什么？到底在等什么？到底还有什么其他的难题将会发生？只是为了让你们两个相遇？还是他会很顺，我不知道，要看一下哈。来看一下，哦，这是宝剑8哈。它有一个挣扎期，它有一个，我大概知道为什么这里是死神牌了。他说他有一个转变，想要更好的转变，可惜他可能还没有预示到，或是你还没有预示到这个转变之后，最初要得到那一个。新生脱胎换骨的那个结果前，还有一段适应、转换、缓和、脱去一层皮的辛苦，有这个部分。那会打击这个正在转变的人，然后会有些许的后悔，会有些许的。觉得自己为什么要做这个准？但无论是你或他，如果选择2号牌的朋友，你正在做这件事情的话，我这边必须告诉你说，因为是死神牌在这里出现，我必须严格的说，撑过就好了。而且我一直感觉时间是短暂的，后面的福利、后面的好处、后面的全新的自己，已经在等待了。那这一个部分更多的并不是真正的物质上、工作上、实务上的折磨，因为它还不太偏这里，它在正中，而且它离女祭司牌很近，所以我觉得这个稳定状况、这个混沌状况的能量并不高，是弱的。更多的是内在对自己的质疑，因为它处在一种对于新未来的渴望、期待，混浊 mix 了。自我怀疑跟适应新世界的猜测和未知的恐惧混在一起，乐观、悲观混在一起的一个阶段，会躲着不去想，因为太复杂；会积极的去想清楚，而觉得想不够清楚，而有点自我打击。好，但
因为他这张牌到这里的一个连续，他是在说从自我的怀疑、自我的打击的路径上，但是一直连到女祭司牌。女祭司牌一直在告诉那些自我怀疑的心灵，在这条路上会告诉正在转变的这个人说，没有这么糟。他永远都会回归到平静。他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个湖泊，无论你丢多大的石头到湖泊里，它虽然有很多涟漪，有很多的波澜，但是你闭着眼睛看看附近的风光，感受一下附近的风，你再回头再看那个水面，它又一样是平静的。女祭司牌在告诉你的这一件事情是：纷乱、纷扰、自我怀疑是当下的，但是你会处于未来，你终究会走到未来。那这边为何要出现这里？我觉得他在讲的是一个，必须有人在你们两个相遇前完成他的进化，完成他的进阶，尤其是心灵上的自我怀疑这件事。但是这件自我怀疑比较多的是外在的打击跟影响，让你产生一种问号。意思是说，如果没有那些其他的事情的时候，你对自己不会攻击自己，不会给自己太多莫名其妙的提问，让自己难受，都是其他你意想不到的事情，新的环境、新的适应、新的体认，你产生了新的问号，告诉自己说，怎么跟我想的有点不一样？所以看到2号牌的朋友，无论我们现在是在讲他，或者讲你，或者这个，他都有一个启示是，记得会回到平静，而这个平静其实是靠操控在你的手中。你已经知道那个石头要丢到水面上，你也知道会有波澜，你也知道会有涟漪，你为何还要做出这么大的反应？为何要让这一个惊喜变成惊恐？为何要让这个你已经料想得到的事情变成一种惊吓？女祭司牌在这里的位置就是这个啊。我很开心，她女祭司牌一开始就在这里，作为你们两个人关系核心的美。她另外一个旁敲侧击、潜移默化的概念是在说，你们在自己的故事线走着走着，最后会相遇。而在相遇之前，你们所遇到的所有的杂事、杂念、烦事，应该都会先进入平静状态之后，才让你们两个安稳的相遇，而不会带来各自太多的烦恼，然后打扰了你们美好的相遇。好，因为我觉得他这边都有一个先行之前啦。我刚刚在翻这张牌前，我就一直跟你说，这个核心的定义是不会改变的。它旁边的很多讯息虽然会带成一些支线，会带成干扰，但核心定义不会改变。所以我一翻开女祭司牌的时候，我就觉得达到一份安心，就是我已经大概明白，旁边就算有各种讯息要告诉你说，可能你们遇见的时间要再拖晚，可能你们第一次遇见的时候没那么浪漫，可能你们的性格都不合之类的方向，但是它终究会让你们找到最和谐的相处方式，而且不勉强，而且是自己内心全心投入去接受这件事。也就是说，无论什么样子的新情人出现的时候，你们彼此都有准备好，也能接得住。好，只是这边到目前有比较多的讯息是在讲你们相遇之前的一些状况，因为这边并没有给我很明确的讯息是要在你身上发生还是在他身上发生。如果是在他身上发生，那我们就静观其变，我们就好好的把我们现在的各方面都平稳下来，因为现在心境平稳、安静很重要。那如果刚好说的是你现在这样搬家，你现在这样换工作，你现在这样想说明年换一个新的舵手要不要搬工作，所以你现在做了很多的决定，想要做决定，现在心情各方面都很乱，或是你几乎已经转换了，然后现在正在适应期。请记得女祭司牌说没有啊，她所遇见的就是一个水面上的平静，没有你所体认的这么波涛汹涌。再来，你要欢庆的是这里在告诉你说，你已经默默的、潜移默化的新生了，脱胎换骨了。只是这份体认不会这么快，他可能要用时间在拉长之后回顾你这一段，你才发现说，
你早就不一样，你早就有所转换了。那加上前面这几张牌，力量又压着正义，你的生命里又压着钱币皇后，这些都是很强的大能量，都在告诉你说，你会稳稳的进入你所追求的那一份平静。即便你没有追求那份平静，你也会进入平静下来，或是他。那这个平静很重要吗？因为它可能就是你们两个相遇的前置作业，或是一个命题吧。也有可能算是你们两个都必须要平静下来，声音周遭的那些噪音声音都降低之后，你们才能够看到彼此，才没有那么多的杂念或是小声音去干扰你们去专注的遇到彼此，发现彼此。目前这些是讲来，既然已经到了这个突破点的话，我来看一看。先帮你们看一下你们会得到什么，在这个转变，这个新生，或是这段关系开始或是认识的时候会得到什么。然后新旅程、新方向、新的好奇、很多很多完全不一样的往前，很多不一样的挑战，很多不一样的好奇，很多不一样的，反正它有一个动作，有一个动机。从这里我可以感受得到，你们两人看似女祭司牌讲的平静，但是也有一点点衰落、萎靡的状态。你们两个彼此的相遇有点像是两个人协力在登山攀岩，必须完整的帮助对方才可以到达那一个平台上。那这股向上爬、跟改变、创新、好奇未来的这个动能，应该会在女祭司牌之后，接着这张牌所给的暗示，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所以我觉得女祭司牌算是你们现阶段的最后一道墙，进入了平静状态，两人对齐了，可以同步了，那就是打开下一步的门。下一个阶段，而且它这个改变符合了这一个所谓的新生，它是新生了一种全新的生命力能量。这张牌讲的非常多的概念是，它会融合了你所学的知识，你已经在人生经历上所得到的智慧，再加上周遭环境的理解之后，得到了一个答案，是叫你们可以在下一个阶段往前冲刺了，去好奇，去挑战。所以也就是说，你们的相遇看来会带来一个全新的生命能量，甚至会照亮或理解，我觉得理解也算多，或是恍然大悟你们之前人生的某些关卡跟很多事情想不透的，会在遇到两个人之后。但这题两个人遇见之后的开窍，比较不太像是心灵上的互相阐述、交换而得到的一个心灵上的解脱，它比较像是你们两个相遇之后会发现新的能量、新的生命力更重要，以前的事情就先摆在一边，我们不需要被它所牵连、牵制、拖着走。新的阶段、新的生命力、新的命题已经来了，在你们相遇之后，你们会有这个很瞬间的感觉。那它会完全脱离女祭司带来的这个平静，因为它已经结束了，那个命题已经结束了。因为它这个平静，还有正义牌、力量牌，它在告诉你们什么？它带你们理解，好像是让你们安静的理解，你们的相遇就是上一个阶段的分歧点、分界点。好，所以这里似乎在提示一件事情。无论是你跟他，如果现在心情非常浮躁，对于环境各方面有非常多的埋怨，非常多的不知道，有一些愤怒，各方面，在你们遇见前或是遇见的那一刻，心灵上的平静，好像是这阵子最重要的课题，要学习，要反省，因为这里
有一个条件式的概念，像是说新的生命力能量需要，因为这里在讲的是知识、智能跟理解的综合答案。综合答案是你们会得到新的生命力往前走，但是怎么综合？这3方面的，第一，回顾一下所有你所学的生命生存技能跟你的生存方式，反省一下是否可以修正得更轻松，不要再这么紧绷。那在这些经验里，与人跟相处，跟师长、跟有权力的人，或是跟比你更聪明的人相处的时候，你有得到什么生活智慧？你学习进来了吗？听的一些鸡汤心灵语言，你能应用，或是可以教导别人，或是你内化了吗？再来，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事，你有恻隐之心，有同情心，有理解周遭的人事物了吗？还是你只是希望所有的方式都只是照着你的价值观而走，而忘记了，其实你也是这里的一份子，你需要时时修正自己，因为你不是真理，你只是一个寻路的人，想要找到适应这个生命群体、生活方式、生存方式的一个人。当你理解了这3种东西、这3个世界之后，我觉得换来的是那一股对未来的不惧怕，对未来的开阔的心，对未来的好奇心，这样子才会有很多意外惊喜会出现。所以在这一个出现前的那一个平静、安静，两人遇到的时候那一个平静，才会至关重要，因为它能让你看清楚自己，在看清楚自己之后，才能看清楚眼前这个人是自己能爱的、能喜欢的、需要的，因为你有能力看清楚。所以可能现在学习平静很重要。那在学习平静的过程中，有一方正还在面对所谓适应新的世界的这一个，那可能是那一个人的最后一刻了。因为在这个新的世界，在新的转换里面，一定是比你之前的生活在往上提升一个新的程度，好的程度、坏的程度、挑战程度都有。我一直觉得这个不是2个人都在进行，我只觉得已经有一个人已经准备好了，另外一个人还正在收尾，做最后一个功课。所以这是可以期待的啦，但是确实以时间轴来说，这个转换加适应还需要几个月。所以这个人真正会明确出现在以2号牌来说，应该还需要1季2季吧，可能，因为我就觉得他有一个跨越，有一个季节温度的跨越。好，但是似乎值得期待。来，我们再看其他的位置。既然讲了，已经开始有严厉，那我们讲一些比较可以有所期待的方向。我觉得牌子已经开始找到一个轮廓了哈。这里，因为它很接近正义牌这里哈，我觉得这一个新的转换，这个新的生命力，它好像并不是单纯或肤浅的，只是希望你做挑战，想用这一个新的生命力，在你遇见彼此之后，2个人好像可以携手去挑战各种事情。但是他这边似乎在提示说，不要忘了你们所花的每一个时间，跟一个有记忆的时间点，都在打磨你们内心最后的。因为我想说最后的价值，但是我会觉得这个只是最后的价值太浅，因为他在打磨一个，我觉得他会让你认知到你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可是有的时候，我们从爱情牌、恋爱牌，他总是会告诉你说，你要遇见这个人之后，你才能够比较能够找到。为什么？因为它比较像是多了一个眼睛。因为我们的烦恼事太多，旁边这个人，他应该能够补足你或护住你，补你的缺。所以从这里，我才会一直觉得你们有一种不同步。就像我刚刚讲的，他正在经历一个转换期，而这边有人准备好了，或是你正在经历，他已经准备好了。虽然不同步，但是却都能走在同一个点，所以我才会觉得到这里应该是属于一种互补类型的2个人。
常常会在一强一弱，就像我刚才讲的攀岩，你们要协力的，必须有人伸手，有人被拉。等到了比较高点的人，他必须要伸手拉下面的人，这是一个互助协作的状态，所以它这个确实是一个互补状态。那这个位置有点像战车牌所形容的，要到远方获得胜利。这里哈，然后他出了隐士牌，可是这个位置又有金星能量，所以我更觉得你们两个人的爱情关系，这个恋爱关系，最后的关键点是在于你们两个是否在这一份相处上互相的鼓励，帮对方加分，辅助对方，支援彼此，而找到了两个人都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而这个位置，即使只是好好成为彼此的恋人，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可是，当你们两个都找到了这一个位置，等号价值的时候，你们这份关系就很难从人生里面离开。为何我要用很难从人生里面离开，而不是说就很难分手？因为我觉得你们这组成为恋人只是一个最简单的开端。你们还有更深的关系会呈现，会出现，因为这边一路下来都有一种非常厚实，而不是轻飘飘的行走路线，它有一个非常厚实扎根的一个力量。所以我觉得认识之后会在生命里不会再消失，是很重，是这一组蛮棒的一个关系啦。那至于是朋友恋人家人。那个其实到后面慢慢发展下去，到了这个重获新生，到了你们挑战更多事情，到了隐士牌找到了更加远方的人生价值的时候，可能5年10年，关系就只是你们的关系就很难定义成是恋人、朋友、家人、收妹，它就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也不需要再去定义，只是在人生里无法消失。这个会比较远，可是从这张牌我可以看到，你们在遇见的时候就会有非常高度的默契，它有点像是2个卡榫或是栓螺丝拴住了，而且是最吻合的、最互助的。你们的互补性很高，所以才会在一开始就知道它要达成平衡。所以我刚刚也说，这里面是2个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在靠近的时候就达到一个平衡了。所以它就很像卡榫，找到了对的那个卡住稳了，钉子螺丝找到就稳了，会有这个状况。功能性不同了，你们在自己的人生里面的功能性不同了。好，那我们从一些比较理智的角度先来看哈。来，这张是希望这份关系还有什么更多的东西或是盲点需要你们理解的哈。这里我觉得给的答案是你们的浪漫感受会来得比较迟啦，会来得比较晚。主要是因为你们的相处，从前面的牌都已经告诉我说，你们对于生命的价值的寻找，比较像是你们2个相遇的主要任务、主线任务。那它为什么水能量跟那个浪漫的感觉会来得比较迟？它其实不是来得比较迟，它是你们后来才会意识到，你们在生命里、生活中的相互依赖感、资源感、生活感，就是一个你们没办法具体诠释的一个绝对浪漫。你们已经内化了，你们知道这样做是一个浪漫故事。可是你们的作为、你们的行为会比较偏向没那么去彰显或呈现浪漫这一件事情的关系。那这边它是需要让你理解到，其实你们2个的相遇是一个非常高度浓厚的水能量、情绪能量、情感能量的连接。也就是说，你们其实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浪漫爱情故事了。所以也就是说，你们2个相遇的时候，其实应该会有非常直觉性、快速的确定自己喜欢对方的那个瞬间会跑出来。
只是你们很难。我觉得这里有一个非常难以明确表达出来的结界，不是说你们的表达能力不好，而是你们为何总是觉得自己对于情感的表达没这么明确，或是你以为明确了，为何别人接收的都不是那个重点？好，那这张牌的出现，只是希望我告诉你说，不用担心，你们的相处只是一个表面上的模式，可是其实私底下让你们两个连接紧密的是非常高度强烈的水能量。你们是很甜蜜的，你们是很甜蜜的，你们是很懂相处里面的幸福的。它不是一个关系的，只是一个关系的互相绑住，它是有真正的在意，有真实的喜欢，有真实的爱。只是它真的很像很难说出口的"我爱你"，但是心底知道，但是心底也朦朦胧胧的知道，这样子，然后得到的确定就是不会离开这个人。大概是这样，他都会慢慢走。只是我这边突然想要回到你们相遇的那个时候。因为这边的讯息让我发现，有一种打破沉默的感觉在你们两个相遇的时候，所以很有可能你们两个在相遇的时候说的最浪漫的话会在那个时候出现，后面就会比较害羞或难以说，因为好像已经说过了，已经表达出来了。它很像是一个定心丸，或是一个船锚已经扎稳了。拉好了，这样拉好了这份关系，所以应该要好好享受你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哈。那主要还是因为女祭司牌加上正义牌、力量牌这些在这个核心里面环绕，所以有点小可惜。你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可能不会有这么浪漫爱情式的相遇，爆发性的告白。它是一个稳稳、平平静静的，明确知道彼此能在一起的感觉。那当然，未来相处的时候会有不时的一些水能量的爆发，因为很多要溢出来，必须要挥洒这样，所以你们也会有浪漫的时刻，很甜蜜的时刻，但是频率不会高，不会那么高，因为你们对这个的欲求不是一种动作上的、感官上的，而是一种心理知道、心理默许或是心有戚戚焉的默契灵感在，那这些就已经足够去喂饱你们对于爱情的渴望了啦。好，这比较深，但我想应该还是听得懂哈。来，再来翻哈。好，我来翻这张。这张会讲比较，就是它可能会有点像，这张会有点像是说，当你去审视你的朋友的爱情对与错，他要做什么事情的一个角度，正在面对一个极度浪漫的事情，可是会用一个很高度理性的方式去看，看什么？看的是，我就打个比方，当你朋友喜欢一个人，或是他刚失恋，你用这种理智的角度去看一个绝对浪漫的事情的时候，你会怎么去下定论？你会怎么知道他的下一步跟他的下一个远方要怎么走？你比他看得到未来，就像这张牌比你看得到，或是比我看得到你们两个相处的未来所给的一个定义牌。可是它是一种比较强的水星能量，我觉得它是更感性的、更直觉的，而且是更向往幸福的。所以他现在出来，一样也是隐士牌。所以从这里再到这里做的一个联系，我只能说，因为它这个联系的定义已经正义牌已经说明了，所以它是双重的隐士牌，在不同的角度去诠释你们两个的未来。我只能说，你们的浪漫真的是建筑在人生里面找到你们在这个世界上的价值。当你们两个相处之后，有发现你们两个的互补跟互助，找到了这一个你们知道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角色定下来之后，其实那一刻你们才会真正认知到，
原来这就是为什么你们两个要在一起。他要进入一个超脱超越了，可是他必须要达到这个目的，因为他这里2章都在讲这个东西，找到价值的结构，其中的真理。好，在不同的位置，2种模式的隐士牌，在连结中互相打仗，互相意见不合，互相想要追求的价值不同，方向不同，可是中间有正义牌会帮你们检视审核，帮你们2个找到方向。当答案出来了，确定了，你们2个的关系跟这一个相遇的任务似乎就完成了。那他有可能就因为这部分完成之后，转换成一种只剩下绝对浪漫主义的方向了。有可能水能量就在后面，你们可能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就变成很浪漫了。因为好像理智的东西你们都已经满足了，这个很难。如果要讲的非常白话，我就说，你们一开始或是前半段的2个人相处，比较像是一种协力状态，帮忙彼此达成梦想。而真的在达成梦想的那一刻之后，你们2个的感情就升华到一种，原来这个就是我这辈子要遇到的那一个人。原来我们的相遇是有真正的理由的。原来我们这么合适，我们这么互补，也是有原因的。因为人生有这么多的困难，一个人很难单打独斗。所以我们再回到这里，所以他才会，或是你才会有最后一关要过，才会在相遇前有一个非常高度的冷静期，比较像是像凉下来之后，冰镇之后会变得更好这种概念。那这组啦，比较多的真的是你们2个相遇之后的情况，有非常多，你们2个自我价值会提升，你们的关系会有所进化，会转变，你们人生的关系会定下来，而且你们会不是说恋爱让你们2个不太像现在，而是你们2个在相遇之后会有程度上的一个新境界，工作的程度、心灵的程度、生存的程度、生命的程度，不知道，反正它会有一个程度上的境界，而且有比较多的讯息是所谓的意想不到了，然后有很多的答案也会在你们2个相遇之后才会慢慢浮现来。那个答案是什么？就是我刚刚说的，为什么要让你们2个相遇？为什么你们遇见的时候就有一种很契合的感觉？它后面才会慢慢有答案。所以照着这个逻辑走，记得如果你看到一个喜欢的人，后来你觉得跟他相处有很多的顺利，不用太费力就能很轻松跟这个人相处，那记得要珍惜，因为你们内在有一种默默的契合度，不容易遇到，你不需要多花很多力气去磨合，不需要，很多东西就是很顺，只要些许的付出自己的时间，拖出自己的时间，给予对方一些，你就会发现其实都已经很顺了，好像很多事情都已经安排好了，彼此只要付出一点点就能够达到更高的效果。有些事你会安排好，你自然安排好，结果他希望你安排好，你就这样自然的安排好。有些事你希望帮他做，结果你遇到他的时候才发现说他早就做好了，或是他只要轻巧的就能够帮上你的忙，这就是你们2个的契合。好，那因为有很多都是比较未来的了，我再来看看有没有比较实际面。因为其实最接近你们的牌还没翻哈，最接近你们现况的牌还没翻，这些都是比较远的概念哈。没关系，那我就先来翻了哈。我觉得皇后牌出现的确是非常物质世界现在就要告诉你的。这里终于有一个欣喜若狂的感觉。我刚刚说这里很有可能在你们相遇的时候，只有在你们相遇的时候会有最浪漫的瞬间出现。的确，这里说你们相遇的时候，那个欣喜若狂，那个终于找得到自己听得懂自己话的人，终于眼神里面放的灵魂跟概念跟自己最接近的人出现了。而且这里给的那个结合
能量的结合讯息很强，而且你会非常明确的感觉到，而且在行动上、生活上，总之啦，白话一点讲，就是你们一开始遇见的时候，可能会立刻就出现一个非常紧密的甜蜜期。两个人会很常约，两个会黏在一起，两个人会不顾朋友的就先跟自己在一起，因为两个人相处的时候有非常多的幸福感，还有非常多的获得，爱情上的获得，快乐的获得，会很明确，会很明确。它很像就是我刚刚说的女祭司牌所带来的一个平静。平静久了，平静过一阵子之后，你丢一颗小石子到湖泊上面，那个扑通声音都很大声。但是如果它不平静，它有风声一直在吹拂着水面，然后有很多人有叶子、落叶、有树梢的声音，即便一颗小石丢到湖面上，你都听不太到那个声音。但现在所讲的是这一个皇后牌的出现所得到的获得那个丰盛感，就像是平静安静很久的你跟他之后得到的那一个喜悦。它会强化，它会美化，它会加强，声音会变大，能量会变大，你们对于这件事情的渴望跟获得的反应也会变大。所以从这里我刚刚就说了，你们的最浪漫时刻可能会在你们初期见面的那个时候，所以尽量去享受，尽量去享受，因为你们会回到第二次的平静状态、冷静状态，发现你们两个的能量契合，能量可以善用在你们两个人去支援协助彼此的人生跟追求梦想之上，因为这一关会让你们明确感觉到这个人可以信任，你们还能互助，还有彼此需要的东西，资源的力量，实质的帮忙，工作上的各方面，你们就是一组，你们就是最好的队员。好，那当进到这个阶段之后，那一份恋人的感觉可能就会放在比较底层了，比较不会用我们是恋人来去定义你们的相处模式。我觉得这组比较更多的会用一种在一起、相伴的这个定义来去定义你们两个的关系。它真的不会偏向是好像是一种彰显跟晒恩爱的模式，一直在大家面前。慢慢的，你们两个会在其他朋友人眼中视为一个单位，好像有你就有他，有他就有你。可是不是浪漫值的，而是这两个人就是本来就该是一组的，他们的协力状况，在外人看起来，这个契合状况，分配状况，一个去拿餐具，一个去拿盘子，一个去拿什么去餐厅，你会发现他们有个协力状况，好像就这样把时间划分为2，各个都分配好的这种协力状况会在你们两个之间会发生。然后评价上应该也会处于在一种非常平静，没什么纷争。这里我真的看不到什么纷争状态，我觉得他这里还更多的是绝对冷静状况。绝对冷静状况对我来讲是我的欲求，可是我也会害怕它，因为他很怕像是情绪没有波澜什么的这样。只能说目前出现的唯一的火能量只在这里。可是他讲的并不是你们的关系上面的呈现方式，他讲的是你们对于未来的渴望，跟你们进入一个新阶段的时候，你们怎么开拓开发全新的自己，而在开拓开发全新的自己的这一个能量之后，会在这一排之中找到了自己在生命里、人生里面真正的位置，是这样子。所以，可是，在相处上还是趋于平静了。但我们可以把它诠释成趋于比较像是情绪很稳定的一组，情绪很稳定的一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你们两个真正一些难以捉摸的连接，就是你们两个相遇的，哇，是愚人牌，那更符合了这里，你们为何会一开始就有一个爆发性的黏腻跟那些只在初期这些？因为我先说，我刚刚前面说，你们应该就是互补性，应该是来自于完全不同的，你们会的东西不同，但是却能补足其他的，主要是因为你们身上真的有太不一样的东西，而创造了对彼此的好奇。你想好奇他，他想开发你，
你想带领他去你的新世界，他也好奇着你要带领他去哪里。相反的，他也会为你做这一些事情。很多人会在这种相异而排斥掉，而认定为这个人不适合，但偏偏你们两个却像我刚讲的卡在一起，螺丝锁在一起的瞬间就契合起来，而且还能就像这里跟这里，其实这两个，我觉得它比较像是一个，你可以把愚人牌当成是你们两个都搭上了一个不知道目的地的火车，而你们一上车之后，这张牌就直接给你放满了能量往前冲刺，而你们无所畏惧，只想往前去看看到底是到了哪里。这就是你们两个一开始相遇的那一个关系。那前面的这个评文，我一直很着重在这一个女骑士牌的评文，我觉得它非常有价值。我一直在寻找它的价值，到底为了你们新的阶段前，他做了这一个必要性的安静是什么？我觉得目前我看到的是，他让你们在相遇前似乎学会了冷静的、安静的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而且是能听清楚大小声，能听清楚东西南北，能听清楚时间感的事情的先后顺序。你内在的声音会出现。而这一份训练在未来会让你听到对方心里的需要的那一股声音，而你自己心里也能够先猜测到这份关系里面你能给他什么，你能感受到你对他为你的付出的那一份感恩的声音也会在内心出来。所以我们这一组从头到尾一直很常讲说平静在这一组很重要，我觉得应该就是这个。但是这份重要，我反而觉得它有一个负面的反应，就是有点过于平静偏冷啦，所以我才说火能量一直没有出来，它没有那一个爆发性的火花面那个激动，你们两个都处在一种比较平稳的，但也许这就是最适合你们的方式。好，那这个部分去看看以后怎么发展啦。我只能说火能量出来的没有这么多，它一定有它的理由，一定是你们内在各方面所需要的。好，来还有2张牌，这张我先翻，我再看比较远的。这2张牌其实不翻也可以，因为有很多东西都已经讲到了。这2张牌就只能当做补足只是也后面印证一下我走的方向是不是他要给的。好，这里确实有一个分支出来了，我就简单的说，这里在提示着你们两个的互助状态的重要性的着眼点在于，你们独自一人的时候会有遇到一些难解的对外的题目，你们一定要需要彼此，因为你们擅长的角度不同，你们是一个协力互助状态、互补状态，所以记得未来你跟这个人在一起，或是你跟任何恋人在一起，只要你感觉到他能够帮助你，记得多开口要求，不要自己一个人死撑。因为你一定能解决，但是他的存在可以让事情事半功倍，好吗？这里做了提醒。那在这里，我们看到远方的宇宙遥望的强能量7好。我觉得这里在讲的是你们两个人关系的未来的开拓性选择项目还有很多，不要拘泥或局限了你们两个的想象，因为安稳久了会觉得现状就好，维持到最后就好。但这张牌看得比你更广更远，尤其它的牌位，它是一个非常强烈的正能量跟正念跟好意乐观的角度告诉你们说，你们能开阔挑战的世界比你们以为的更多更宽广，记得不要忘记这一点。因为你们两个相处的平稳得来不易，那你们更有能力去挑战更多的纷乱或是混沌状态。基于我们从一开始就告诉你说，你们两个很容易恢复到一个水面平稳状态，所以对于奇幻的
奇异的、难以捉摸的挑战、世界、旅行、探险都 OK， 你们都应付得来。我看这里似乎说的是这个哈。好，主要是你们内在的某些能量是非常平稳的啦。哦，好，这组，我觉得不难，但很复杂，要找到这一个逻辑线。我这次用了比较多自己的平静的情绪去思考，主要是女祭司牌一出来的时候，我就得到一个新的讯息是，这组需要慢条斯理的去形容。哦，它也让我预示了有很多的暗示，会有点分崩离析的角度，要我自己去组合，所以我尽力了，把这些讲出来哈。好，来，没关系，我在总结前，我再翻2张天使牌，让你们2个看一下。离开这个牌面，或是也有一些关联啦哈。天使牌给你们的2则讯息是什么哈？来，好，第1张，来再来哈，第2张，好，我看一下。这张拉斐尔应该是强化，那强化第2张的再翻1张哈。好，2张等等哈。如果是2张的话，那就是强化第1张讯息。我看一下，看有没有看错。的确哈，2张大天使的牌面的话，那就是强化这张。那我就来讲这张的讯息哈。这张是54的那个叫什么尼塞尔哈。哦，我想尼塞尔应该讲的是一个我觉得他也比较接近一种赤子之心啦。我觉得他讲的就是一种回顾、回想你的赤子之心，你原本的你可以把这个讯息当成是独立的。我觉得他这一题突然提示大家有一些赤子之心，回顾你孩提时代、小孩时代的对人生、人事物的渴望，不要忘记。它还在你内心深处的某个地方被关着或锁着，或是被你忘记。它在一个物理，你内在的一个物理这样子。我觉得这边在提示的是这个。那如果他用2张大的天使牌来提示的话，我觉得现在好像是至关重要的时刻，让你去思考一下这个东西。我觉得他比较不像是觉得你失去了赤子之心或什么。我觉得他好像需要你现在去想一下你小时候某些深刻的感觉。我这边得到的方向是，他可能在提示你可以应用在你最近的环境里，或是你有些困难，要想的单纯一点。我觉得他通常提到赤子之心的时候，我会比较不太像是去觉得他要我提示我去追寻小时候的那一个纯粹的火焰。我觉得更多的提示都是在让我希望想的单纯一点，在你学会习惯社会前的那个单纯的感觉是什么？记得要回想一下，它有可能在帮助你最近有些事情能够迎刃而解，就差这一个观念而已。好，那我觉得2号牌的讯息应该就是这个了哈。那他用2个加持力量，我觉得这一件事情可能是真的是非常重要了，在最近的时刻。那跟原本的牌组应该是独立出来的讯息哈。那你先接着想想，是不是有什么可以应用的地方哈？好，那就这样。这是选择2号牌的朋友。好，我们最后还是一样惯例的讲一个小提醒，就是你得到的这里，因为很常有各种讯息，而且这一题有很多讯息也蛮难的，很难串联。没关系，听不懂没办法接收，吸收不了就不要，就放下。记得我们解牌是帮你找到一个轮廓，跟你可能现在需要找到方向，给你一些指引。但是无论给你这个轮廓多明确，或是给你这个指引多具体，记得你都要收到你心里产生某种疑问，跟你内在的声音做一个结合之后，要找到自己的答案，而不是这里的指示跟方向说要怎么做就怎么做。你一定要跟自己的内心做一个吻合、融合之后，发现我的身心灵跟内在认可这件事情，然后看你能不能转化成一种你能够教导别人或是提醒别人、告诉别人的语言，那它就是属于你的东西，那这个方向才会属于你的。记得一定要跟自己融合一下哈。好，那就这样哦，谢谢你来听哦，这蛮长的哈，那祝福你。